在中国的8大菜系中，川菜是最普及、最接地气、最具有民间烟火气的一种。为啥子？因为它是很多菜品，可以说90%的菜品源自于民间，是家常菜，适合于东西南北中。但是他们吃的最有名堂，吃的最精彩。好滋味是川菜的灵魂，对食物在味道、口感变化上的追求，造就了川菜调味的丰富性、复杂性和神秘感。说鱼香肉丝里面没有鱼，没有鱼，但是吃出鱼的味道来。我就说有鱼，它是无中生有，就是味道调到哲学境界。到最后到嘴巴里面就是一个字，哇，好吃。这里将要呈现的是川菜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6道菜品，它们看似平凡，但围绕着它们的各种故事，却是扑朔迷离、精彩纷呈。变脸是川剧的一门绝活，其原理和手法是行业里共同保守的秘密，号称百菜百味的百变川菜，其中也深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。回锅肉的命名直接而明朗，而川菜中另一道著名的经典菜品鱼香肉丝，却因其名而让众多的美食爱好者卷入了长期的纷争之中。鱼香肉丝，难道肉丝里真的有一条鱼吗？答案或许并不那么简单。无论是有鱼还是无鱼，自古以来，巴蜀人就喜好在味道上做文章。因为《华阳国志》是一本老的历史典籍，其中有一篇叫《蜀志》，它其中有一段话，我们把它这一段话归纳起来，就是大概叫蜀人上心想好滋味，就2000多年前，它的味性、它的风格就定下调子了。博采民间国味，注重清选神农，善用麻辣做成，就连特点我们都在味上动脑筋。所以先说的一菜一格，百菜百味。我们说我们川菜真正能够在全国能够立足的话，能够影响那么大的话，我们全部是在味上做文章，讲口味。川菜讲究调味，相同的食材可以烹制出各种不同的口味，这往往也是对厨师技艺的挑战。上世纪80年代，张正雄在北京一家重庆餐厅做厨师长。有一天，店里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。80几年，我们一个酒楼里面卖肉的话，我们有10个不同样的肉丝：青椒肉丝、京酱肉丝、蒜苔肉丝、榨菜肉丝、干煸肉丝、甘蓝肉丝、鱼香肉丝等等。我所说那些，没得哪一个位置重复的，全部都不一样，是吧？曾经有一次，都是北京一个著名的饭店的一个总厨，很有名的一个饭店里，带了他的一徒弟，来了个他一看，都把我那个10个肉丝都点完了。那天我正在灶上炒菜，边炒我都边冒火，就啷个把10个肉丝都点了。开始我要炒10个不同样的肉丝出去，但是后头完了过后，他就请我出去。他说：“你们在报纸高头吹，说你们北京味园的菜是如何的正宗，他说我们今儿不相信，我们来看一下。”我说：“正不正宗？正宗。因为他那10个菜的肉丝，他放的调料和他的表现手法，全都是猪肉做的，味道是差异非常大。”川菜发展到今天，形成了24种常用味型。鱼香是川菜独有的味型，也是主要的传统味型之一。其特点是成菜具有鱼的香味。进口它是酸甜寒辣4味一致的，不能互相压抑。比如酸的压了甜的，都不行。咸、含咸辣、它4个味基本上要均衡，就不要侧重。你如果把糖放重了，进口的很甜，不是鱼香味了；如果醋放重了，进口酸又不是鱼香味。它说酸甜寒辣4味一致，
姜葱蒜香味突出，那种鱼香味。依照就是老百姓、民间的家里面做鱼，我们做鱼就要有很多调味料进去，要泡辣椒啊，要豆瓣啊，要姜葱蒜啊这样的东西，甚至要给点糖、给点醋啊，就这样的调料把鱼吃完了，那么多汁子，调料渗到后面的，老百姓哪舍得丢呢？对，又用这个汤水，它的味道就很高。这个肉丝切起，那么也用这个调料，哎，加进去和起，吃的有鱼的味道。啊，于是慢慢的，啊，大家就习惯了。内江市威远县地处四川盆地中南部。从威远人的日常生活习俗中，我们或许能看出鱼香味起源的端倪。罗俊华是威远县餐饮商会会长，有20多年的餐饮从业经历。现在，罗俊华要做一道甲鱼海椒。鱼香味的来历还有一种说法，就是有鱼。在今天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，离开了泡菜中的泡海椒，就做不成鱼香味。著名美食家车福先生所著《川菜杂谈》一书，就有一章专门讲四川泡菜，其中记录了鲜为人知的泡鱼海椒。用2荆条与鲫鱼同泡于菜坛内，保鲜长久，质地脆健，咸香味微带酸，鱼味回甜。泡菜坛里的鲫鱼作为味源，并不食用；泡鱼海椒则用来烹饪各种鱼香味菜肴。按照车福先生的叙述，过去的新繁地区还真有这样一种泡鱼海椒。美食家2毛也在文献中查到了这种泡鱼海椒。鱼香味一系列的味道，一定是泡鲫鱼的泡菜坛子里面泡出来的泡辣椒，才是地道的。我在收藏这个旧的那些菜谱，真正的鱼香味呢，确实是泡鲫鱼泡出来的泡辣椒才能有那个味道，就把鲫鱼的鲜赋予到泡椒上。这个古法已经是基本上就失传了。比如说，在上个世纪的50、60年代，
60、70年代，好多都还有这种泡法。向东是四川省志《川菜志》的副总编辑。几年前，他在撰写《川菜志》的时候，经多方调查，终于找到了泡鱼海椒。一个大坛子里边，这么高一个坛子，放50斤辣椒，放3条鲫鱼，鲫鱼就放在辣椒上面，就盖着，这就鱼辣椒，整个鱼的味道全部渗透到辣椒里边去了。新繁位于成都市新都区，其特产新繁泡菜是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上世纪80年代以后，新繁泡菜逐渐产业化，成为四川泡菜的重要产地。这家泡菜加工厂一直在用古老的方法制作泡鱼海椒。我们这个是沿袭了原来的那个做法，这必须要用我们四川的2荆条辣椒，必须要用鲫鱼，主要是取它这种那个特殊的一个味道。就是经过泡制过后，经过发酵，鱼的这个味儿跟那个辣椒的一个充分的融合，加上我们的香料各个方面。无论是甲鱼海椒还是泡鱼海椒，似乎都离不开泡海椒这个最重要的元素。泡海椒有很多讲究，远非在盐水里加入海椒那么简单。重庆武隆的江口镇，坐落于芙蓉江与乌江的汇合处，乌江鱼是这里最著名的美食。要做好乌江鱼，就必须要有上好的泡菜，尤其是泡海椒。年逾70旬的胡山河经营着一家渔庄，为了做好泡海椒，胡山河摸索了20多年。86年开的这个江口鱼馆子，你看这是2016年，30年了。我那个泡椒，那个把它泡好的话，还是20年过后才做，前20年都没做好。前20年它都出很多毛病。我们那个配方已经是经过几十次的修改，可以说，直到这2015年，我那个泡椒那个过程才定稿。胡山河使用自制泡菜烹饪的乌江鱼，闻名重庆乃至四川、贵州，远近吃客闻香奔吃，成为镇上一景。那个泡料的话是千家万户个个都有，千家万户要能够泡好，那种很少，那个很讲究的。第一个选那个泡菜坛，那个泡菜坛要达到1300度烧的泡菜坛，它那个质量它才好。好，第二个就是选料我们的泡料主要就是以半高山或高山的土海椒。那个老品种海椒为主。
与二荆条必须在立秋前采摘不同，这种海椒只有高山或半高山的才能在立秋之后由绿转红，而立秋前就早已变红的海椒，由于成熟度不够，入坛后易吸皮，既自身不保，又坏潭水，完全不能食用。海椒入坛后，将迎来长达3年的发酵生涯，其间的管理程度之细致、复杂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我们自己创新、自己种植经验，我们这里头加了15种，植物香料，经过2夏3秋才泡制的成熟。随着气温的高低，它长熟在30次以上，那2、3年，它气温高了，它就长起来了，它盐水往外冒；它气温低了，它又射下去了，盐水赶不到。所以要随时要保证那个盐水把那个海椒淹过，那管理人员都是相当精细。什么时候成熟呢？2年过后，它的随着气温不管你好高好低，它不长不熟，它稳定了，它就泡来了。海椒之外，姜、蒜、萝卜与青菜又各有讲究，并且发酵期都不低于2年。这样细心做出的泡菜，烹饪出来的才是香变。鱼香肉丝，为啥子我们鱼香肉丝好吃啊？鱼香肉丝的关键就是泡海椒。如果你泡海椒不好，随便你好的时候都煮不好的。所以我们为啥说那个泡椒，那个鱼香肉丝好吃，就是那泡椒好吃。一般来说，制江口鱼的泡椒会选用3年坛龄的陈椒，而炒鱼香肉丝的则在陈椒之外搭配1年半左右坛龄的新椒，让成菜酸度适中，鲜味更突出，更富于味觉冲击力。目前，湖山河已坐拥整整1000坛泡菜。每年，这50万斤泡菜根据陈年时间，按不同批次入坛出坛，不仅供酒楼自用，还被客人带到了全国各地。无论鱼香肉丝的配料怎样改变，一个公认的事实是，经过上百年的流变，鱼香味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家族。鱼香茄子、鱼香豆腐、鱼香土豆、鱼香蹄花，几乎所有的菜品都可以做出鱼香味。如同现代川菜的形成一样，大多数美食爱好者认为，
鱼香味的定型与抗战时期大量人口迁入四川及重庆地区有关。我老家都是江苏人，我父亲都是抗战的是重庆来的。川菜有今天之面目，抗战是贡献最大。为什么我为那个要讲哈？因为以前四川都是比较，就说偏远的地方嘛，交通不太方便。但是抗战，陪都迁到重庆了。作为一个首都的建立，达官贵人是在纷纷的云集了重庆，而且最重要的是进入了很多餐厅，江浙菜的、扬州菜的，是吧？东北菜的那些沦陷区的那些店都进入了重庆了。很多菜品都是我们重庆的厨师，或者我们四川的厨师和外地的，就是抗战来的厨师，互相在一起交流学习。如果没得8年抗战的话，我们川菜可能还没得今天那种地位。你比如狮子头，我们川菜狮子头那都是讲扬州菜传过来的噻，这我们川菜来了又把它改了哈。狮子头原本是淮扬菜系中的一道传统名菜，已有上千年的历史。狮子头是吴平的拿手菜，家庭聚会时吴平都要做这道菜，这几乎成了他家不成文的规矩。吴平抗战时期在重庆出生，父母亲都是江苏人。抗战胜利后，一家人回到了老家。后来父亲去了台湾，吴平在10几岁的时候，跟随家人再次回到重庆。我就在万兴地住幸福，然后最不习惯的就是吃菜，每一样菜里面都有花椒，而且它那个花椒是一颗一颗的，吃到里面嘴巴里面的话，就是整个一口菜全部就想吐掉，就最不习惯就是那个。现在，吴平又将制作狮子头的技艺传给了女儿。我跟你一样，有山靠山，有水靠水，外婆在我这里。社会的融合，也是味道的融合。已在重庆生活了70多年的吴家人，他们做的饭菜逐渐融汇了川菜的味道。一道菜被打上了千